如果幽默是生活的调味剂，那就一起来拌饭吧。大家好，我是第七叶，欢迎来到拌饭，一档记录好友之间最真实、最有化学反应的播客节目。在第一期，我和好朋友晶晶想聊一聊成长、社会期待，还有快30岁了，我们怎么还在找真正的大人味儿？那么我们开始吧。大家好，我是七叶，我是晶晶，欢迎收听拌饭。那这一期的录制的时候，正好是38妇女节，所以先在这里祝全天下的姐妹们妇女节快乐。然后我其实这几年特别高兴，因为我觉得38妇女这几个字，大家已经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很刻意的去回避或者说模糊的处理了。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不喜欢听到妇女2个字，反而会经常用一些女神、女生这些词去替代，好像妇女2个字就意味着老了，是一种对年龄的提醒、束缚，甚至就会让人产生焦虑。但我觉得很高兴一点，就是这些印象、刻板印象已经慢慢的淡去了。而今天我们2个作为奔三的女人，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跟年龄也有关系。因为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担忧是什么呢？买不到大人的衣服，甚至因为买不到大人的衣服穿，就更干脆不想买衣服。我以为你要说干脆不想穿衣服，就干脆不想买衣服，干脆不想买衣服。那我觉得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一个主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俩觉得自己没有长大呢？你会不会经常有这种感觉？因为我经常会有这种自我对话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还是一个跟我的实际年龄比起来，我还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人。会啊，他们不是说18岁后是成年嘛？那18到现在我才11岁啊，那我只是一个11岁的成年人，我为什么是个大人啊？我觉得你的逻辑很正是啊，我还小呢。哎，那你觉得你自己的心理年龄是多少？心里我觉得应该20左右吧。这么成熟吗？成熟，我觉得很成熟。你也就20多岁嘛，我觉得很成熟。20左右吧。20左右，我的话比你要小多了。你多少？你成年了吗？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我就15、16岁的样子。我讲真心的，我20多岁出头的时候，我也经常问自己这个事情。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只有12岁，我现在长大了。我为啥要这么回答？因为我觉得我20左右的时候也很幼稚，所以我觉得20岁差不多了。就是你觉得你20岁跟你12岁是一个状态？就是我的20多岁跟你觉得15、16岁应该是差不多的。那你得出这个数字就完全就是凭一个感觉。对，凭感觉。哦，但我觉得你刚开始跟我讲的那个逻辑很好，就是18岁啊，刚出生。我明明已经28、29了，但为什么我还是有一种自己没有长大的一个这种很强烈的感受？那我自己思考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因为我的生活环境真的是从12岁开始没有发生过变化呢。包括我自己的一个身份都没有任何的变化。我12岁的时候我住在哪里，我现在还是住在哪里。我12岁的时候是个学生，我现在还是个学生，你懂吗？就是包括可能甚至连人际关系上面的变化都不是很大。我12岁时候的好朋友，他现在还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那很好啊，这是有一些好处，但是你也会去觉得说，我长期在这么一个同样的生活环境里面，然后做着差不多的事，见着差不多的人，所以我的年龄也是差不多的，差不多的时候过得差不多，所以就是还是差不多，没有任何的变化。我觉得这是我分析出来，觉得自己为什么年龄还是如此幼稚的一个原因吧。因为其实外界没有什么样的变化，那通过相对论来讲，环境没有变化，我也没有变化，所以我就觉得
自己就还是被困在一个15岁的女孩的生活环境里面。我觉得你要是说这个问题的话，要先定义什么是大人，什么是长大。长大代表什么？是你穿的像大人，还是说你的财富像大人，还是说你的心智像大人呢？你会不会就是小时候去幻想你长大以后会是什么样？我觉得小时候我的幻想更多是外在，比如说穿的像大人，什么西装皮包，然后出入那种高级的那种办公楼，但这其实高级办公楼这种已经做到了，但是你还是不觉得自己是大人。但我有一个同事，他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就穿的比较休闲吧，然后会穿什么运动装之类，但是那个人他会穿非常成熟那种 OL 装，但即使他跟我们是同类人，然后我们就会说他是大人，那这个其实就是很外在的大人的一些标准或者指标吧。我甚至会觉得说，如果我们认为所谓的大人就是要穿的很 OL 很西装，比如说你今天你给我一套西装，我穿上去之后，我可能的感觉就还是我虽然对小孩穿大人衣服，像我在偷我爸妈的衣服来穿一样，就还是你看着镜子的时候，你也还是不会认为说自己变成了一个大人啊。但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很好，这个可能就因为有对比嘛，有对比才有落差。你刚刚讲的就是你小时候认为一个大人的样子就是有一套得体的服装，那这套服装其实也是为了你每天去上班，就是这个身份的一个特征。比如说出入一些高档的写字楼，做一个精英白领，可能下班了去喝一杯。你像我每天回家住，我不可能喝完酒的然后回家叫我爸给我开门。大人代表有担当，有一些责任感，比如说有家庭的责任，社会的责任。那你会不会觉得你现在已经承担一部分责任？就是如果我跟小时候比起来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经济方面。那小时候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被动的去等待家长给我零花钱，像现在我们家每个月的电费都是我在支付，我们家电费可贵了，所以我每次给我们家电费买单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我好像长大了的感觉。那就是现在你对于15、16岁的你，其实已经是大人了。对，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很幼稚。我都是买童装的，你知道的。你不要说买大人衣服了，我现在能买正常年纪的衣服都很少。大人也可以穿童装啊，所以说你觉得你比起大人说你差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独立生活的自由。你觉得独立生活就是大人了，是吗？对，我现在没有办法做到独立生活，我觉得我也缺乏独立生活的勇气。你呢？比如，因为我知道你是独立生活的，那你如果说我觉得我没有成为大人的是我少一个家庭，我没有组建一个自己的家庭，如果有的话，我就是大人了。你觉得要有家庭之后才算一个？对，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家庭，那假设比如说你现在养了只狗狗或者养了个猫猫，你觉得算组建家庭吗？不是，必须是要有伴侣。对，是的。但是有了伴侣之后，要不然还要有小孩？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啊。那谈恋爱跟组建家庭有什么不同呢？就是有一个人你要对他负责。谈恋爱的话，可能是更多是2个人吧，但是组建家庭就是2个家庭，你可能还会延展到他的家庭，然后他也会延展到你的家庭。这么复杂吗？要这么复杂才能当做大人吗？对呀，就是你会有很多的身份嘛，你不只是你男朋友的女朋友，你也是
你男朋友家庭的媳妇，你会有公公婆婆之类这样的更多的人物关系，就人际关系更加的复杂了。是的，你就觉得但我现在就是很单一嘛，我就是我爸爸妈妈的女儿，对，爷爷奶奶的孙女，然后就是公司的一个设计师，然后是你们的朋友，然后其他就好像没有什么。我们要有结论吗？不要有结论，有什么结论？就是闲聊。哦，我就是想说，咱们这个氛围很像，就我们俩聊天的时候，有一些这种很深层次的对话。你已经能聊这么有深度的对话，但是哪个小孩能跟你聊这些？就是要有深度的同时，又要有一些我们这种包袱抖出来。我觉得今天挺好的，只是我们可能就像录得不多。就像我俩上次去看那个《头脑特工队》是吗？怎么了？是《头脑特工队》吗？是《头脑特工队》。哪个小孩能看懂那么深度的电影啊？不要再搞声音了，你再搞声音我剪不了。你说16岁的你能看懂《头脑特工队》吗？看不懂的呀，那是吧？那就是说，你已经是大人了。哦，我们已经可以就是说，通过一个很荒谬的为什么我们买不到大人穿的衣服这个话题延伸到这种哲学的思想高度，已经是可以大人可以讨论的问题。是的，但我觉得这还是在装大人的一种，不能说装大人吧，就是感觉上自己的思想好像深层次了，好像长了，但行为没跟上啊。你要有什么行为？像你刚刚讲的，比如说要有勇气去获得更多的社会身份，这个不是勇气的事情啊。不是吗？这个我有勇气啊，我只是没有遇到那个人。但你可能是勇气了，你没有勇气去，独居嘛，是吧？或者说没有条件去独居嘛？没有条件去独居。对，因为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你也知道，我住在香港，就这个地方的这个单人生活成本之高昂，让我觉得我留在父母家里面跟父母同居，是性价比最高的，且是为未来做长远打算的最性价比高的选择。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就是这样子。我住在家里面，我可以大量的节省钱，那我就可以在我尚处于一个年轻的时候去储蓄大量的资本，这样我才有可能，还是有可能而已哦。在未来我可以在香港自己也好，或者是说找一个伴侣也好，我们才有这个可能去独立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特别悲观，所以我每次想要说我要不要出去，尝试自己一个人住，我就会觉得这样子的做法，反而从长远角度看会拖累我独立的。我觉得也不一定吧。如果是你只是想体验一下，或者只是想获得这部分成长，你可以只是出来住一段时间而已。或者那个时间或者哪怕1周，也可以啊。你就体验过了，你体验过，那你就是大人了。是吗？那我也体验过嘛，啊、我之前出差嘛，我出差在外面住了1个多月嘛。对啊，那就体验过。贼折磨。出差那个，你觉得体验不好的原因是你在工作嘛？确实。但是你如果是真的是只是想体验独居出来住，还是没有嘛？你可以试试喽。你如果是觉得你没有变成大人的原因是你没有出来独居的经历的话，你可以尝试短期的住一次嘛，只是获得这份体验而已。你获得了之后，你可以继续选择回去跟你爸妈住嘛。这确实是一个解决的方法。这些年来，你
认为做的最成熟、最接近想象中的那个大人的这个身份最成熟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年轻的时候或者幼稚的我，就是觉得很多事情是非黑即白的，或者说一个人，我对他，跟他相处的模式也是，要么好，要么就是不接触、不来往跟那个人。但是长大就会发现，所有事情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它可能是灰色的，以及每个人他都是很多变的，他可能在某些事情上可能不是很好，但是他又在别的地方会很好，所以不要因为一些片面的东西去决定跟这个人是否要相处，或者说是否要断绝跟一个人的来往。就是我很多东西我觉得是很模糊的，是不需要那么清晰的，反而会让你自己会比较自在一点。可以说这个世界不像小时候那样黑白分明，是的，反而有了很多中间过渡的一些灰色地域。是的，在跟同事或者是朋友相处的时候，不要用一个片面的角度去看待他们，这点我也深有体会。我其实以前是一个很相信第一印象的人，就我觉得我第一印象，我认定这个人，我可以跟他做好朋友。然后呢，我可能后续，再继续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我会被这个第一印象，它会越来越深。我跟这个人相处的感觉都会印证了我的第一印象。比如说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们俩很谈得来。我很少会有反转，就很少说我一开始不喜欢这个人，但后面又发现，其实是一条路，也没有。就虽然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的模糊一点，我会自己尽量的去把自己的态度变得模糊一点，但是心里面还是会有一条黑白分明的线在那。这就是大人，这就是大人的。哇，好成熟啊！我跟你聊完，我觉得我好成熟啊。是啊，因为你小时候，比如说跟别人玩，你说不喜欢他，那就说我们绝交吧。绝交就是再也不跟这个人联系了嘛。但是你长大就是知道，即使跟他某些方面合不来，但不会有结交这一说的，就是慢慢的。对啊，但是你只不过你自己心里可能画了一条线，你只能跟他相处到这个地步了，对，你不会再深入，但是就没有那么的一刀两断的那种气势。是啊，你有跟人绝交过吗？小时候当然有了，包括我可能去年或者前年都会这样。比如说我跟某人发生冲突，我就会说，那我心里就会说我跟着你这个人我就断了，我再也不跟你联系。但是现在就不会了。现在不会吗？现在就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珍贵，你不要因为某些事情就说跟这个人再也不联系，不怎么样，这是很幼稚的一个做法，是吗？那这样讲，我又变回了一个很幼稚，你又幼稚了，幼稚回你最近跟谁绝交了？我不是跟谁绝交了，而是我觉得这是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有些人，我希望他永永远远的消失在我的生命里。那这就是一种绝交啊，我觉得这就是绝交的这个定义吧。我真的希望就是这个人，不要以任何形式、任何方式出现在我的感知当中。哪怕说有些情况是没办法避免的，你还要见到这个人，或者说你还是要跟他有一些公对公的一些来往。但是我都不想要再对这个人有任何的感触了。那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小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曾经很亲密，但是后面因为种种原因，距离也好，或者是你发现大家价值观啊，或者是说生活方式啊，都开始有很大差异的时候，慢慢的就走远了。某一个时刻，你又因为某些事情，你们两个人又有机会重新在一起了。就算在一起了，你会发现当初为什么远离这个原因是有道理的，现在也成立。你懂吗？
就是虽然曾经你不能说用绝交吧，你就说慢慢的淡交了，但你会发现说有些东西它消失了。我是觉得我的感受是我没有那么在乎很多人，就在乎你要更在乎自己。就比如说你很讨厌这个人，但是我不在乎你，所以你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太影响到我。大家一般讨论到少年的时候，少年就是那种目空一切，我不在乎这个世界，我要反叛。是的 I don't give a fuck， 什么东西我都不在乎。是的，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得很在乎别人的看法。然后到现在说，我们说如果我们觉得又靠近了成长了一步，我们又变成了 OK， 我要回到少年时候的这个状态。我不再去在乎别人的看法了，我要再把这个关注度拉回到自己身上。我觉得我就是再小一点啊，小过12岁的时候，小过我心理年龄的时候，幼儿园、小学这种童年的时候，我是真的只在乎自己的，我很少去想别人怎么看我的。反而你是到了再大一点的时候，中学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老成熟了。我12岁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心理年龄至少有16、18岁。其实波动也没有很大。我也有这个阶段，是吧？好像30岁之前就一直在这个年龄段里面打转。但是你小时候是无意识的不在乎其他人，但你长大再变成那种状态，你是有意识的去训练自己这种能力。就是一个没有出入过社会的，所谓社会，我讲的就是说人际关系，是的，开始受到社会影响，然后再变成了说我要在社会里面做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类似这个意思吧。但会不会开始觉得自己变得冷漠呢？不会啊，你只在乎你觉得重要的人。对，就比如说我讨厌某个身边的人，但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不在乎他，就是你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就是你也不在我生命中扮演什么角色，那你做什么对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的影响。反而是我在乎的人，比如说你的家人、你的亲密关系、你的朋友，你会很在乎这些人，那你也会去维护这些关系。但是不在乎的那些人，就是你想做什么呢，你去做你的妖吧，你不会影响到我的。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大人，我们身边的一些参照物，比如说我们的父母，我其实最近会有一些时刻觉得我的父母其实很像小孩，就他们比我还要幼稚，或者也可以说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也会有在某些瞬间觉得我比我的父母要成熟，我更像一个大人。比如说我上个月带我妈去骑单车，我妈已经几十年没有骑过单车了，然后我就看着她骑单车，然后我妈就是她的肌肉记忆又回来了，然后她骑单车骑了一段路之后，我在那里像一个很高兴的家长，我就在那鼓励我妈说：“妈，你真厉害，骑出来了。”然后后面呢，我妈骑车的时候摔了一跤，你这个画面还蛮感人的。哦，是吧？我也觉得，还没讲，因为其实我妈年纪不算大，但她少白头，她的头发就跟你现在这个飘的差不多。然后我看我妈就是头发花白了，然后在我面前骑单车，我心里就百感交集，焦急着，我妈就从单车上摔下来，然后其实摔的有点严重，因为那个膝盖擦伤了，我就赶紧把我的单车扔一边，我就下去就照顾我妈，然后因为本人有丰富的甲沟炎病史，所以我在处理这种伤口的时候我是很有经验的。然后我就在路边帮我妈妈把那个伤口处理好了。伤口处理好之后，我们又去了就近的那个商场，给她买了一些更专业一点的那种护理的东西。然后我就安慰我妈妈，然
然后帮他换药啊，我就觉得就像小时候我妈照顾我一样。那可能就在那个瞬间，我会觉得说自己成了从被照顾的一个角色，变成了照顾人的一个角色。责任越大，也就觉得自己更成熟了吧。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个同事，他的那个个性签名写的是“责任越大，责任就越大”。蜘蛛侠说：“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讲这话呢？”那你身边有没有什么同事让你觉得他们很成熟，就是跟你差不多的年龄，但是他们更像大人，比你更像大人，或者说比咱更像小孩？有，我不说是同事吧，就是让我觉得很成熟或者比我成熟的人都一些特征吧，比如说他没有太多情绪波动，然后他们处理事情都很冷静，这几个特征在我看来是会像大人的。就是你觉得能够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是成熟的一种表现？我觉得他们不是控制，他们就是没有那些很明显的情绪起伏，就是没有一些事情能触发到他们变得很生气，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对，是的，就比较钝感，这就是大人。你觉得这种钝感是可以锻炼出来的吗？当然啊，我就在一直训练自己这些东西啊。我希望自己有钝感。你都有什么训练方法？我来学习一下，因为我是一个超级敏感的人。我觉得首先，我之前看那个书嘛，那个书叫什么啊？对，就是那个蓝色的那个，就是畸形的活。对，这个书他就说，他这个书的核心思想就是你永远要保持在一个很居中的位置。当你有感受到自己情绪的时候，你不要把你自己放在你现在这个主体的位置，你要跳出去，抽离出来。对，你要到一个客体的位置去看你自己。真的，你讲这段小孩肯定听不懂。看完这个书，反正就改变很多吧，就很多事情没有那么你想的那么严重或者敏感，以及其实大部分人都只关注自己，没有那么多人在针对你做一些事情，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不要有太多的自我，我觉得是这个自我意识不要再那么的强烈。对，就是如果总结下来，就是别人算什么东西和你算什么东西。就是你如果觉得自己是个敏感，你就让自己变钝感。那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钝感，那你可以让自己有更多感受吧。你会不会觉得其实他的钝感主要是针对工作呢？我觉得不是，他是对我觉得他大部就是一分事情。个这样很平静的人。我觉得他这种人，就是我跟他相处起来或者工作起来，我会很舒服。他不会让别人有压力，所以会很喜欢跟这样的人相处。那你有没有观察到，如果说你的上司或者他的上司给他一些压力的时候，他是怎么应对的？他也是这样很平淡的吗？应该是吧，因为他跟所有人相处几乎都是那样，他跟他上司相处也很愉快。他天生就有这种让自己平静和是的，感受宁静的这样子一个能力。是的，但可能像我就可能需要后天的一些我也是主动的提醒自己去感知这种。可能年纪大越会觉得，像那个所谓的幸福，并不是极度的愉悦，而是感到平静。是的。好像我选择深交的朋友，或多或少都跟我在一起玩的时候都挺幼稚的，但是他们在应对生活一些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我又觉得他们都比我要更成熟。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幼稚不是幼稚，而是童真。童真。对，那你觉得我们40岁的时候可以找到合适的衣服穿吗？我觉得会。我现在找不到合适的衣服的一部分原因是我的经济能力不能支撑我买到我喜欢的衣服。我今天才在小红书上面，我是不是要说小某书？我好像能不能够提？我今天才在那个社交媒体上面刷到，像我们这种号，如果没人听的话，应该没用。不会吧？如果有一天我们不能说这些字了，我们就红了。那反正我今天就是看到一个帖子，就是说，我买得起的东西，都不是我的审美，因为我买不起符合我审美的东西。是的，是的，是的。主要是现在我们审美随着年龄经济阅能力历没有配上自己的跟不上，没跟上。但是现在这些小孩的经济能力又很强哦，他们已经可以买得上我现在负担的衣服了，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我们现在穿的衣服就是小孩穿的。来的时候我心里面打副稿的时候，最幼稚的事情，我想的两个，第一个是买童装。第二是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会抱着我的小熊玩儿，这是童真的事情。但我也觉得很幼稚啊。我会把自己的声音夹起来，那就幼稚了，是吧？这就不是童这真了，个过了，这就是巨婴了。你觉得幼稚跟巨婴的差距在哪里？你觉得我巨婴吗？你不是巨婴，巨婴它首先是年纪很他婴儿的特征就是他不能自理嘛，然后他又他年纪又不是婴儿的年纪，然后他不能自理，就是这种冲突。但是你是有自理能力的呀，你是能自己做很多事情的。谢谢哦。而且婴儿就是他会给别人制造麻烦嘛，但我觉得幼稚不是给别人制造麻烦，或者说不能自理之类的。其实我真心觉得，包括我身边这帮朋友，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像小孩一样，我觉得这种童真是非常宝贵的。我希望这种东西永远不要消失。就是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它再怎么样的逼我去成长长大，这个东西我是永远不想舍去的。有人想有还没有呢，就是咯，羡慕死他们。是啊。好，那这一期的拌饭就到这里了。然后如果有观众在听的话，你们也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一下你觉得自己的心理年龄是多少，以及你对于幼稚、童真和成熟之间的一些故事和想法啊。希望我们很快再见面。那我是七叶，我是晶晶。好，那我们下期拌饭再见，拜拜，拜拜。